谈到修行，很多人以为修行就是吃斋念佛、参禅打坐、诵经拜佛、做慈善工作，甚至是修一些神通、特异功能等等。其实所谓的修行就是修正、修养自己的行为。简单来说，修行就是修正自己的身体、语言、行为、心念的偏差之处。无论通过任何方法，只要能达到这个最终目的，都是修行。其实对于普通人而言，活着就是一种修行，把不好的法强制转换为好的想法。若是再进一步，那就是放下，放下一切，连放下的念头都放下，自可斩断烦恼丝。上面所述的吃斋念佛、参禅打坐、诵经拜佛等等，也能使我们达到身心清净、正念正行，所以也是修行的方式之一。但这并不是修行的目的，只是手段，这一点要搞清楚。1000个人的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对于修行的定义，每个人也都有不同的认知。比如南怀瑾先生，他对修行就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早年间他不谙学术，对私塾里老师教授的内容很不感兴趣，却又偏偏喜欢武术。后来南怀瑾去往浙江国术馆习武，并从这里进入浙江艺术学院。所谓术业有专攻，有些人天生就不是上学的料子，因为武术很出色。1937年，南怀瑾被中央军校特别录取，此后就一直在巴蜀生活。在那里，他认识了袁焕先，又结识了虚云老和尚。此后一直潜心钻研佛法。1943年，他觉得自己不该再受凡间世事，当遵从内心的本意，一心礼佛，所以辞去了所有的官职，在维摩经舍中修道参禅，对佛法的认知变得愈发清晰。奈何佛法无边，他只能日复一日的修行来提高自己的修为，还总是闭关苦行。1945年，南怀瑾在峨眉山修行之际，接到有人欲加害之密报，匆匆前往成都，并在五通桥了却了闭关3年的愿望。有时候人如果开窍了，什么都能豁然开朗。他一下子发现儒家、道家还有佛家有很大的相同之处，因此到了台湾以后，南怀瑾在宣扬佛法的同时，又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谁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位小学生，有朝一日竟能出书，还能成为大学教授。作为一位集大成的修道者，他对世人的修行之路有着很多的启迪。南怀瑾曾说，在刚开始接触修行之时，他也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与我们寻常人无异。修行多了，难免会觉得乏味，这是很多修行之人无法坚持走下去的主要原因。南怀瑾告诫世人，一定要坚持下去，将修行看成是日常的生活习惯，久而久之就会产生条件反射。再过一段时间，会发现自己的心智也会发生变化。别担心这不是，
走火入魔。修行的过程中，除了心理上会与常人不同以外，身体也会出现明显的变化。那么身体会如何呢？又该怎样从容应对？南怀瑾作为一个过来人，他对后来的修行者有着很多忠告。南怀瑾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避免世人少走弯路。修行的过程中，身心都会发生变化，有的人会感到恐惧，就放弃了修行，觉得自己是误入歧途。这种情况南怀瑾也曾遇到过。他在书中写道，修行到一定阶段，身体会有些变化，但是别害怕。修行时身体是岿然不动的，但是很容易会色触，那时身体很是僵硬，想把手拿开，拿不开，想把脚移走一步走，就连一张薄薄的纸巾都拿不住。这种姿态我不害怕，因为我知道这是要成了，这是心境专一，观想凝定的结果。南怀瑾先生可谓是言传身教，他尽自己的所能解开世人修行中的疑惑，劝诫众人千万不能因为一些东西就轻言放弃。修行的真谛就是体验生与死的辩证关系。南怀瑾希望世人能像他一样把生死看淡，为了寻求真理不惜牺牲性命。南怀瑾说，若要人不死，必须死个人。我这个凡夫俗子，为了成仙成道，随时准备殉道，所以为了追求真理，他并不畏惧身体产生的任何变化，即使当时不知道身体变得僵硬有无危险，他也不会轻言放弃。而后又在参悟以后，告诉世人可以放心大胆想修，千万不要为一些事情所吓住。其实像南怀瑾这样的高僧大德早就将生死看淡了，他不去追求永生，只希望可以明白生命的意义。这正是修行的难能可贵之处，只有达到了那个境界，才能真的明白南怀瑾那番话的苦心。那么他究竟想给世人怎样的启示？他又是如何做的呢？孔子云，朝闻道，夕死可矣。在他们这种层次的人眼中，人活着的意义和修行的意义就是寻找真理。南怀瑾在他的书里写道，道家讲究的是气脉变通，这和佛法中的修行是相通的。除了真实感官上的觉知以外，改变自己的气脉，以此变成一个全新的自己，这就是修行的过程。所以说，修行时身体上所产生的那些变化，就是气脉在变化而已，那是最接近修行成功的时刻。在那时若选择了放弃，就是前功尽弃。只有孜孜不倦的努力和不畏惧一切困难，才算是真正的修行。肉体发生变化，才能与那高尚的灵魂相契合，才能实现真正的修行。如果它一成不变，那么终将会成为肉体的累赘。等到修行达到一定的境界，就会坦然面对生死，觉得死并不可怕，即使是前方生死未卜，迷途未知，也会欣然前往。实践表明，修行是一个正行正受、即行即受的过程。
随着习者的修习层次逐渐由初级升到高级，其肉体及由此而产生的觉受也都会有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用来间接表征你修身所取得的成就。一、机体。机体在这里主要指肌肤和肌肉。由于初习气功者身体状况不好，体内存有各种各样的毒素，因而其肌肤是不洁的，常有油腻之物从毛孔排出。同时肌肉也比较僵硬，横向纤维较多。随着修习层次提高，体内毒素被慢慢排除，肌肉会变得越来越柔软而有弹性，肌肉纤维的走向也趋于顺直。当你修出纯阳之体后，再与当初相比，就会发现机体已大大的不同了。这时的肌肤洁净而有光泽，体表的排出物里乱七八糟的成分大为减少，质地与水差别不大，因此长期不浴也不会感到不适。就肌肉而言，若放松，则触手如棉；若绷紧，则坚如金刚。同时，机体的痛感明显减弱，排毒功能强化。如果你是习武之人，到此时大概金钟罩的功夫也自然有些功底了。上还觉受与你的修身层次是成正比的，也即肌肤越净，肌肉越滑顺，痛感越弱，你修身的成就就越高。而关节状态与用力情况的变化和机体相似，人体关节的状态和用力的方式及力度也将随着修行层次的提高而变化。初习者的关节往往僵而涩，滞而不通，随着气机的流畅程度增加和升华，人体骨节之间会慢慢伸展开，并逐渐充满类似润滑油似的液体。自然实现这种转化的过程是漫长的。开始时，想使骨节撑开不是一件易事，需经过一段时期刻苦的训练才有可能。骨节的伸展通常从脊椎开始，逐渐延至背、肩、颈椎、四肢和胸椎各关节。骨节撑开的第一个感觉是觉得骨节发胀，骨节内好似有东西在拱动，使你不自禁地想伸展活动一番。稍一活动，相应的关节部位就会发出噼里啪啦的爆裂声，这种状况会持续一定的时间。当这种响声逐渐消失的时候，你的骨节就差不多全撑开了。此时你会感到伸展开的骨节之间异常轻盈充实，举手投足之间稍一用意便可力透指足。当然，这种骨节的响与不响也不是绝对的。骨节撑开后，由于种种原因，有时其间也会渗入一些其他的物质，骨节自身的间隙也会变小。这时要是有意活动一下，仍然会发出骨节的爆裂声。除了上述关节状态的变化外，在用力的方式上，修身有成的人与常人也不相同。一般人用力主要靠的是肌肉收缩，而修身有成之人用的是活力。力与意是同步的，
所谓义道利道是确有其事的，利的产生是瞬间的事，而且好像是从骨子里生出来似的，贯穿每个指尖或足尖。同时由于肉体绵软，所以当你用手拿捏时，其作用点面积减小，仿佛是骨头宣接触体，不但显得有劲，而且还是硬邦邦的。这时你若想练习点穴和推拿，相信将是一件很容易的事。3. 身轻或身空之感，这种感觉和人体气机的气质及畅通程度有关。真气运行的通道越宽敞，气质越柔，身轻的感觉就越明显。当肉体完全练通至与宇宙相融的境界，身空的感觉就自然出现了。这种感觉是很奇妙的，整个身子仿佛化了一的，似有似无，可大可小。当然这只是一种感觉，你的肉体实际上还是在那里待着，履行自己的职责。身轻或身空之感的产生，也可以理解成是大脑对人体触觉信号的起始感受值提高，以致在一般条件下，人体对外界的感知都被大脑给排斥了。事实上也只有如此，大脑才有可能进入定的境界。自然感受值的确定应该是随意的，当你需要时，你应该也有能力把它调得很低，即只要愿意，你也能够感受很多常人所无法感知的东西。玄丹真息诀，数万修行人的宝贵经验，想要修出真胎息，再没有比此法更合适的了。4. 音色及音调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由于修身使肉体变软变柔所致，由于肌肉纤维的柔顺化，使得与发音有关的各个器官变得更加富有弹性，因此发出的声音其音色及音调都会变得更加柔和，更加滋润和更具磁性，其语言也更富有感化的神力。5. 大脑，常人的思维一般只在大脑皮层上进行，整个大脑内部几乎是一块木头，随着修行层次的提高，可以使这块木头慢慢化开，并逐渐变得轻灵起来。那时你会感到脑力异常充沛，大脑始终处于放松而清醒的状态。6. 骨质的变化，普通成年人的骨质显得比较沉，骨中的胶质成分较少。修身至骨周天通了以后，这种状况会逐渐发生变化，骨中的胶质成分开始增加，骨头变得越来越有韧性，而且重量也有所减少。在我们的人生旅程中，追求修行成为了许多人的目标。修行并不仅仅是指宗教的信仰，更是一种内心的提升和觉醒。如果你在修行有这3个变化，说明你走对了路。1. 心越来越清净，烦恼少了。佛说一切法为度一切心，佛法度人在于度心，心若得不到解脱，哪里都是地狱苦海。所以维摩诘经里才说，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心净则智慧生，菩提现。人之所以烦恼重重，
苦不堪言，皆因内心时刻起心动念，心随境转，故而感受无常诸苦。若能修持此心如如不动，不被外境所动，自然梦稳心安。生活中事情再多，也不要执着在心，在心头起烦恼。过去是杂念，未来是妄想，活在当下才是智慧。懂得顺遂因缘，不要过于执念功名利禄，它在给你带来财富的同时，也让你失去了内心的安闲与清净。适度，适时放下，戒除贪欲心等不清净杂念，你会感受到人生最大的福报不是金钱，而是清净。如果你发现自己过得知足安心，无烦忧，心无挂碍，即是学佛走对路了，而不再嗔恨计较，心量大了。寒山师里提到，尘是心中火，能烧功德离欲行菩萨道，人如护真心。在佛教里，嗔火被称为无明火，人的脾气上来了，火气上来了，命运也就糊了。人生之事十有八九都是不如人心意的，不要动不动就用脾气解决，那是最愚蠢的行为。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嗔恨心一升起，人生的障碍也就接踵而至。做人做事须修忍辱，练就一颗强大的包容心，能容万物，如弥勒佛一般大度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人生心量有多大，路就有多宽，福气就有多深。即便遇到别人恶意伤害，你也需明白，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切经历都是因果，而那些伤害你的人，也自有善恶因果定夺。你只需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所以不要总是满满负能量，嗔恨、抱怨，这样的内心状态最折损自己的福报。内心磁场不好的人，吸引感召来的也大多不会是什么好事儿。告别负能量，福报好运自然来，也是修行的正确之路。最后一个变化是懂得敬畏因果，不再造作恶业。太上感应篇里开篇就讲到，福祸无门，为人自照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就是说，人的一切福报是自己修来的，或是也是自找的，怨不得任何人。善恶之因果报应，如人的影子一样，时刻跟随在身，所以才会说，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行善就是积德，作恶就是损福，你自己的因果就是你的命运。如果一个人整天烧香拜佛，但是在生活中依旧恶习不改，恶念丛生，这样的人再修10000年也是愚痴无明。不要怪佛菩萨不灵验，应当反思忏悔的恰恰是你自己。万法皆空，因果不空，懂得敬畏因果，才能真正知命改命，彻底的改造人生。
很多人在道场里诵经持咒做得很好，参禅打坐功夫也很好，对人也很和善，见人就合掌，张口就是阿弥陀佛。可是回到家里呢，又恢复本来面目了。原先怎样，现在还怎么样？家务活还是懒得干，老婆说2句，还是要吵架，工作上受点委屈，就怨天尤人，牢骚满腹。不学佛还好，学了佛后，看身边的人谁都不顺眼，动不动就拿所学的佛法标准去评判别人，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喝，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干，搞得家人烦得受不了，看见他就怕。这就是因为他在道场学的都是些表面功夫，对于修正自身习气方面还没有丝毫的利益。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白一点，修行是修正自己身上的习气，而不是让你去修理别人，那样学佛就学反了。我们要把学习的这些佛法应用到生活实践当中，转变自己的言行和观念，把自己的贪、嗔、痴、慢、疑这些毛病逐渐纠正过来。在与别人相处的时候，要用慈悲心、宽恕心、包容心，并且要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帮助别人解决问题，消除烦恼。这样做才是利人利己，才是修菩萨行。佛法是内学，作为一个修行人，要时时回光返照，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只要一有不善的念头，马上就要觉察并改正，这就对了。所谓不怕念起，就怕觉迟。如果心还往外持求，还是总盯着别人，盯着外境，那就不是修行了。修行讲究真功夫，要经得起考验。所谓行家伸手，便知有没有。不是说诵经拜佛、参禅打坐就算有修行了，那只是形式，不是功夫。有没有功夫，平常时候看不出来，一遇到境界就显现出来了。如果遇到烦恼，还会发脾气，别人无缘无故打你骂你，你还火冒三丈，还有共高我慢，还有贪心妄想，这都是没有修行功夫的表现。所以修行不在形式，而在实质。只有规规矩矩的依法修行，把佛法落实在生活实际当中，才是真修行。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修心养性。愿你能够趟过世俗的浑水，归来仍然心如莲花，清净无染。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